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4号。昨天呢，给我的节目呢1001期呢开始呢增加了片头。那么这个片头播出去以后呢，观众们呢反应不一。那么绝大部分的观众呢是给予肯定，认为呢片头比较好，加一个片头呢，我们通过这个熟悉的旋律呢，以后就知道建明论推墙开始了。当然了，也有一部分观众认为呢这个片头呢没有必要，认为这个耽误了这么几秒。那么我认为这一部分观众呢，如果你认为耽误了几秒呢，你就跳过。因为呢，建明实际上我做节目啊，从来不绕山绕水，我节目里面没有那么多废话的，我都是直接开门见山。这几秒呢，它仅仅是作为一个片头呢，我希望呢能让我这个节目呢就制作的专业性更好一点。然后呢，通过呢这个旋律呢，这个熟悉的旋律，大家一听到呢就知道节目开始了。这样的话呢，有助于什么？别人呢更能记住，或者呢更有利于呢传播我这个节目。所以说那些不喜欢这个片头，认为这个片头音乐你不喜欢啦，里面的配文你不喜欢啦，或者认为这个8秒钟耽误了你自己听节目的时间呢，你就跳过。好，谈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第一个话题是谈北戴河，也就是往年啊，自中共建政以后，就开始建立了一个叫北戴河夏季呢，他们一个中央领导所谓疗养的一个干部会议。这个北戴河会议实际上比中南海里面的会议，比人民大会堂会议里面重要的多，因为中共的高层领导人从毛泽东建政那一代开始起，一直延续到习近平，也就是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他们幕后商量的重大事件呢，基本上都在北戴河议定。而且呢，过去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也就是在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死掉以后，那基本上从邓小平执政开始起，北戴河会议呢就不仅仅是中共当朝当政的这些主要领导人要参加，那些退居二线的一些所谓德高望重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呢，也参与北戴河的所谓决策。也就是实际上就变成了北戴河就是中共几代领导人，包括退休的常委，他们在一起密谋安排中共各种，主要是人事安排，一个是安排各种人事，第二个是安排党国军政大计的这么一个秘密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呢，每年都举行，每年呢都在8月初，那么基本上都在8月份前2周，用2周的时间来开完这个北戴河的会议。那么今年这个北戴河会议现在到了8月份，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召开了呢？观察北戴河会议啊，因为中共它这个北戴河会议它是秘而不宣的，它是到最后北戴河会议开完了，它才会把北戴河里面能够公开的一些不太多的内容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在开会期间，他们是绝对不让别人知道他们现在在北戴河已经开会了。实际上你观察一下，中共的领导人都不在北京，都不在中南海，都不在出席正常的重大的政治活动，你就知道他们这帮人现在在北戴河了。那么观察北戴河会议，它召开的主要是3个指标。第一个就是什么？在7月份，也就是应当在北戴河会议召开前1个月左右，河北省省委书记呢肯定会视察北戴河，主要是嘛检查中央领导马上要到北戴河来了，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还有哪些东西没到位啊？所以今年这个北戴河检查的这个工作，河北省省委书记呢他已经提前在6月底就去过了，也就是提前了1个月多。就已经去把北戴河现场的什么安保啊、后勤啊这一类呢检查工作已经检查过了，所以这个指标呢已经出现。第二个指标就是什么？就是中共的领导人会在北戴河呢看望一些所谓科学家，看望一些中共所谓知名的一些知识分子，中共捧过来的那些专家。那么这个情况呢，每年都会有什么中组部啊、中联部啊、统战部啊这些领导，他们会在北戴河看望专家。实际上就是什么？专家是7月份就到了。专家7月份到那边给你们安排1个月的疗养，在这个疗养期间呢，马上要参加北戴河会议的中共的一些部委的高级领导人，就是我讲的统战部啊、中联部啊、中组部啊这些领导，包括一些政协的主席啊、政协的副主席啊，他们呢会提前到达北戴河呢去看望一下老专家，然后呢拍2张照片，鼓励一下老专家，表示他们是重视科技、重视文化、重视老专家身体健康的。然后呢做个秀、走个场，老专家们呢到7月底呢就开始呢打道恢复了。因为呢很快中央领导呢在8月初他们就到了，到了以后他们就要研究他们所谓的北戴河会议。那么北戴河会议实际上是个什么会议呢？就是宫廷权谋会议，就是召开这个会议有几代领导人一起商量党国军政大计，商量党国的人事安排，这是最重要的。尤其那些退休的元老，
他们是希望呢把自己的人马呢都能够安插到本届或者安排到下一任这个中央的这个执政的最高委员会里面去，到政治局里面去，到常委里面去，到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队伍或者是政协主席、副主席的这个队伍里面去，然后呢征得自己呢虽然退休以后也要有话语权。所以说这是元老们他们要去做人事安排、人事推动。那么中共现任的领导呢，他们往往会在北戴河会议上面呢决定一些呢，他们觉得自己呢一个人做主呢会有很大的风险和责任，他希望拉到大家一块签字、一块决定，然后最终就是中央集体领导，你们都同意的这件事我们就去做，这是中共一贯的做法。那么习近平兼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已经8年了，也就是2012年18大时候，习近平接任了中共的总书记，也就是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2020年，每年北戴河会议实际上都是走这么一个程序。那么到了现在，习近平已经非常膨胀了，因为自从2018年以后，习近平呢他开始修改了人大里面关于国家领导人终身制的问题以后，习近平现在已经没有准备，他在20大呢就把他这个总书记、把他这个国家主席、最高领导人的职位交出去，他不设接班人，他自己准备终身制。因为他要终身制，必然会遭到一定人的反对，同时他要推行所谓终身制，他就必然要加强他的权威。大家回头去看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在每一个王朝在他灭亡之前啊，一般来说在灭亡之前，这个灭亡之君，也就是末代之王，他们一般来说在他们自己整个江山不在、风雨飘摇，在最后的关头啊，都是最强调什么？都是最强调他的权势，强调他的统治权，强调他的一言九鼎，强调他的定于一真。习近平现在也是这样，习近平为了巩固他的权力，在整个党国风雨飘摇之际，他是根本不考虑别的问题，他只考虑他个人的专权，考虑他的权威，考虑全党要100%的服从他，因为他觉得任何一个不服从都有可能带来党国马上就要倒塌。他认为只有党国所有的方方面面，任何一个连针插不进去的地方，都要由他习近平来指挥，由他来部署，按照他的想法来做事，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一个人在他的面前还能成为他的政治对手。所以他在党国的高级领导人里面，就要培养出别人对他要绝对的定于一真，别人要绝对的服从他，别人要绝对的把他的权威牢牢的树上，而除了他之外，别人没有权威。你可以看这次这个北斗专家在通过这个北斗开放的这个什么仪式上面，当时刘鹤作为国务院的副总理，是排位最后的一位副总理，他在主持这个仪式，他在宣读参加北斗仪式出席的这个领导人的这个名单的时候，他就把习近平首先优先介绍，这是毫无疑问来讲，习近平是党国的最高领导人嘛，优先介绍毫无疑问。所以就介绍了习近平以后，习近平站起来，大家向习近平鼓掌，习近平向大家表示致意，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程序。那么中共的高级领导人，尤其是政治局常委这一级，一般来说主持人介绍的时候都是挨个介绍，按照次序介绍，介绍到的那个人一定是大家鼓掌，你站起来向大家打个招呼，这是一个正常的礼仪。所以说习近平介绍完了以后，下面就介绍李克强。哪知道李克强介绍了以后，李克强刚刚站起身，大家还要鼓掌，李克强还没有站稳的时候，他已经跳到韩正了，他已经跳到下一个人了，就根本不给李克强站起来向大家致意，接受大家的鼓掌，他能够向大家致意的这个机会，也就是李克强啊、韩正啊、丁薛祥啊、许其亮啊这些人政治局委员，这是一个档次了。也就是除了总书记、除了习近平有独立的权威之外，你们都是一般人。建成及开通仪式，出席今天仪式的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同志。你从刘鹤的这件事上面可以看出，这不仅仅是给李克强个人出丑。作为一个国务院排位最后的一个副总理，你怎么敢给你国务院总理来出丑？但是刘鹤不怕，因为刘鹤现在是扛着习近平的大旗，刘鹤是表示的他对习近平的定于一真。在对习近平定于一真这个问题上面，你们所有人都要让步，绝对不能树立习近平之外的任何党和国家领导人你们个人的权威，你们都一样。所以说呢，刘鹤就这么去做，因为有习近平给他撑着腰，这就是中共他的党文化。这
这个党文化已经决定了中共最高领导人他就是要摆出像秦始皇一样不可一世。那么既然像秦始皇一样不可一世，那么习近平他自己党国的这条路也基本上就走到头了。所以说北戴河的会议开不开，开什么其实都不重要，因为习近平就是要树立他个人的权威，同时习近平他要维护这个风雨飘摇的江山，而这个江山真的是没有几天了。因为呢，可以讲国际社会对中共肯定是要问责的，尤其是今年中共他故意把这个病毒传染给全世界以后，那么全世界被中共感染了以后，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它受伤惨重，美国大量的失业下岗，美国的经济大量的滑坡，美国的股市熔断，美国已经有全球第一的这个受感染的人数和死亡的人数。川普他在一个讲话里面明确就说，中共这个病毒是完全能够控制的，是完全在中共精心策划、精心布置、精心安排的这么一个病毒，然后呢，他在能够控制它不控制的情况下，他把它散布到全球。所以说他给全球造成的伤害，美国是绝对不会轻饶中共。It is a very delicate, very contagious disease. It was released by China. It should never have been allowed to release. There was the source where you could have stopped it. And they did stop it from going into China, although now they say that China is having a lot of problems. Moscow in Russia is having tremendous problems. What China unleashed was a very, very sad situation. 这是川普对关于病毒问题，他做了一个最直接的说明。同时呢，现在大家都知道，这2天呢要收购抖音。那么收购抖音的问题呢，川普呢，我在昨天的节目里面已经讲过，川普有点投鼠忌器，就是完全把抖音禁掉了。那么这7、8千万美国的年轻人，这个抖音的这些用户，他们的玩具给川普收掉了。那么孩子们是最恨收掉他们玩具的人。如果你川普把这一部分美国年轻人的这个玩具给他们收掉了以后，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人一定是记恨川普。那么这几千万张选票就显然投不到川普头上，会投到民主党头上了。在这种情况下，川普是不敢随随便便就把抖音禁掉。那么不禁怎么办呢？绝不允许抖音在美国继续存在，能够破坏美国的大选。所以说现在呢，就是变成了由美国公司，主要是微软公司呢，它呢来收购。那么微软公司收购的这件事，抖音开价呢是500亿。尽管抖音开价是500亿，中国国内小粉红和中国的互联网还是一片怒骂声啊！也就是这些小粉红高声怒骂，说是美国人故意压低了抖音的价格。抖音500亿的价格是你抖音公司自己报出来的，不是美国人报的。但是他们认为是美国霸凌，是故意打压中国的社交巨头。外交部的这个新闻发言人又推波助澜，我们呼吁美方一些人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声音，为各国市场主体在美投资经营提供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停止滥用国家安全概念推行歧视排他政策。然后呢，助长了中国小粉红他们对美国一片愤怒的情绪。我就纳闷了，印度直接封了你中国150多个 APP， 包括你抖音，包括你微信，你们怎么不愤怒啊？你小粉红这时候怎么不怒骂印度啊？怎么不要去消灭人家印度啊？宰了人家美国人500多亿美元的大头凯子啊，还被你们骂？这美国人真的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得起来的，愿意花500多亿去买中国的这个什么抖音？我不讲嘛，抖音结束了，明天他们就研究一个餐饮，这个餐饮下次800亿、1000亿。再卖给你美国，你美国买得起你就慢慢买。中共永远有这个办法制造出这种扰乱你美国市场的这些乱七八糟的社交软件。那么美国是不是就这么束手无策呢？我可以讲什么叫拉助赔呢？拉助赔就叫不点不亮，也就是美国人你如果骂人家说人家500亿美元买了你的这个抖音，你还不满意，认为价格压低了，美国人可以直接封掉你抖音啊，美国人不买了，1分钱不错啊，不但不错，还可以罚款你抖音，罚你个几十亿的款，到那时候你们保证不付了，赶紧的回家凑钱了。这就是中国小粉红这种做拉助赔，他们只能是这么一个结果。川普呢，他自己呢，在昨天他有这么一个明确表态的，他说呢，他不反对呢微软收购。微软的总裁呢是打电话专门给了川普的，跟川普商谈了，微软呢打算收购这个抖音。川普呢就给出了呢收购期限是9月15号，川普就说他不在意是微软还是什么其他的美国公司收购了这个抖音，但是呢对抖音的收购就是必须100%的股权的剥离。也就是美国这个抖音跟中国它的这个母公司字节跳动要没有丝毫关系。
同时呢，这个中国公司出售抖音在美国获得的这个500亿，也就是中国不管你卖多少钱，你卖了500亿也好，卖了800亿也好，你卖了多少的这个出售抖音的这个收入，都需要把你其中的大部分向美国财政部交纳你们大部分的管理费。We had a great conversation. He called me to see whether or not how I felt about it, and I said, look, it can't be controlled for security reasons by China. Too big, too invasive, and it can't be. And here's the deal. I don't mind if, whether it's Microsoft or somebody else, a big company, a secure company, very, very American company, buy it. I set a date of around September 15th, at which point it's going to be out of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if somebody, and whether it's Microsoft or somebody else buys it, that'll be interesting. I did say that if you buy it, whatever the price is, that goes to whoever owns it, because I guess it's China, essentially, but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 said a very substantial portion of that price is going to have to come into the treasury of the United States. 也就是500亿美元的话，中共能拿到个100亿、200亿就不错了，绝大部分要向美国交管理费的。川普讲这个话，他就是依据美国有这个法律。美国这个法律是什么？美国财政部长卢姆钦他就告诉过记者，整个这个收购属于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管辖。那么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管辖的所有的收购案，在这个收购成功以后，必然要有一个比例把它上交给美国财政部。What I will confirm is because TikTok acquired a U.S. company, it was subject to CFIUS jurisdiction. The CFIUS committee unanimously made a recommendation. That's one alternative which could force a sale. The president, as I said, can also use IEPA, as he's discussed. And there is enormous bipartisan support. We are not keeping TikTok in its current form, where the app can send back information and location on 100 million Americans.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抖音即使是卖掉了好几百亿，其中绝大部分的钱是要给美国财政部上交的。那么，抖音究竟最终微软能不能收购成功，或者是美国其他的公司来收购抖音，抖音的命运如何？最终究竟是被收购了，还是被美国禁住了？现在呢，都是一个未知数。目前来讲，我们看出川普总统是这么一个态度。那么，川普总统这个态度呢，他都会经常变化的。大家都知道，川普这个人在对很多中共的问题上面，他会突然有变化，而且他很多打击啊，都是你没有想到的时候，他突然就出击了。这2天，美国国务院已经限制中国所有中共这些官办的、中共这些官媒的记者，他们的签证到期以后，不给他们呢核发新的签证。也就是他们很多人递交了他们签证到期以后，他们希望续签以后呢，美国国务院呢现在呢就不给他们续签。还有一部分已经提交了申请，等待的就这2天，如果不能够把续签的签证拿到，马上签证就到期就要回国了。这个呢也有几十个人，加起来大概有40-50个人。最近这一批人呢，肯定呢他们的签证呢，美国国务院呢就没有给他们续签。对于这个问题来讲呢，中共就很紧张。到昨天，也就是8月3号。环球时报的这个总编胡锡进呢又在发他的推文，说是美国很可能通过不予签证延期的方式呢，让更多的中国记者呢就离开美国了。也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这40多个没有收到延时签证通知的这些记者呢，马上即将签证到期就要回国以后呢，认为是美方对中国的一个霸凌。那么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也指出，美国是霸凌了中国记者在美国采访的自由。美方一方面标榜新闻自由，另一方面却对中国媒体在美的正常采访进行干扰、横加阻挠，暴露出美方所谓新闻自由的虚伪性，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和霸权欺凌。我们多次说过，造成当前局面起因和责任都在美方。美方应立即纠正错误，停止对中国媒体和记者的政治打压。如果美方一意孤行、错上加错，中方必将被迫做出必要和正当的反应。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中共外交部他每次都扮演这个角色，他说是美国打压了中国记者在美国自由采访的权利。那美国记者在中国有自由采访的权利吗？美国记者除了能待在大使馆里面，除了待在他们的新闻社里面看看网络上的报道，他要到北京街头，或者是到中国各地，尤其是他想到武汉、到新疆、到西藏去采访，你觉得中共会给他们去吗？所以说，这种打击打压新闻自由的这个话，出自中国外交部新闻
发言人的口，我不知道他们讲这个话里面，他们是自取其辱呢，还是向世界上来证明他中共就是一个流氓？这种流氓就是说，他想到人家家里面耍流氓，人家不给他去，那就说你们呢没有给流氓一个自由的行为，这就是中共外交部的这个逻辑嘛。中共它就是两面三刀，他现在一边是跟美国大量的购买，一边呢他又要跟伊朗去签订一个25年的协议。去跟伊朗签订了一个4000亿美元的这么一个大单，所以说他这件事情呢是完全激怒了美国的。美国对伊朗一直是经济制裁的，是限运限购的，而且这个协议早就通过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但是呢，中共就这么干。中共呢，他为了讨川普的开心，也就不让川普对中共这个打击的大棒呢来得那么快，能尽量的拖到什么？拖到川普的大选。就万一川普大选中失败了呢？所以中共呢就有这种想法。因此呢，在川普大选之前呢，他们呢是不断的呢跟美国呢购买一些农产品。购买这些农产品呢，是让川普呢感觉到开心，同时呢也告诉川普，我们在兑现我们中美贸易第一阶段的协议，也就是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统计，美国的出口商呢又向中国呢在上一个礼拜呢又出售了将近200万吨玉米，这个订单呢在2020年和2021年年度呢，它会呢进行一个交付。那么这一笔贸易额就超过了再上一个礼拜，因为再上一个礼拜呢是购买了176万吨的大豆，这也就是中共连续2个礼拜都下了很大的这个单，这个下单的这个量已经在历史上呢属于呢创了新高的。因此呢，美国农业部呢现在给出的这个报表，让川普呢就感觉到满意，就是中共呢连续2个礼拜都下了大的这个农产品的单，跟美国购买了玉米，购买了大豆。这样的话呢，川普呢至少认为中共呢他还在兑现第一贸易阶段的协议。中共跟你美国买农产品、买玉米、买大豆，完全是为了满足中国生产生活的需要。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连续的发大水，中国有半个中国的省份都泡在水里面，所以说今年农产品可以讲叫颗粒无收。目前来讲，跟美国大量的购买农产品，是为了解决中国生产生活的需要。它不是中国什么摁拿钱贴钱出来买，一是本身生产生活的需要，第二个也是政治需要嘛。中共做这样的事就是为了稳住川普嘛，稳住川普。目前来讲，对中共的打击措施能够缓慢出台，尤其是因为中国已经把这个病毒扩散到全世界嘛。目前来讲，全世界都要找中国清算，那么清算的这个大棒，如果在川普这一任上面落下来的话，肯定打的是很狠的。目前来讲，中共就想拖延川普的这个大选，也就是看看大选川普今年是否真的能够连任。所以说中共呢现在呢还要购买一部分农产品呢，要稳住川普。那么不管川普对农产品购买他是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美国对中国违背美国制裁伊朗协议的这种跟伊朗签了25年协议，要跟伊朗完成一个4000亿美元的这个大单，美国是给予中共严厉的制裁的。蓬佩奥在8月2号他就明确表示，中共与伊朗之间签订的这个4000亿美元为期25年的贸易协议，已经完全违反了联合国的制裁令。美国同样会对中共以及中国的政府的企业，只要执行跟伊朗有关中共这个协议里面相关的企业，无论是企业的领导人还是企业，美国将会给予这些企业和领导人，给予他们本人进行制裁。蓬佩奥就明确就说，中共跟伊朗签订这个协议是完全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在2015年7月份就签订的对伊朗的一个禁运协议。这个禁运协议，无论是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就是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包括德国、包括欧盟，一起跟伊朗都签署了这个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要求对伊朗是进行5年的武器禁运。这个5年的武器禁运，它的到期日是到2020年的10月18号，就是目前肯定是在禁运期内。那么蓬佩奥就说，他要全世界都理解这么一个问题，也就是伊朗这个国家一旦有武器买卖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在今年10月18号到期之前，美国会提请安理会延续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因为如果伊朗可以解除武器禁运，那么中国和俄罗斯就会向伊朗出售武器，而伊朗拿到这些武器，他就会去支持中东的那些恐怖主义组织，而中东的绝大部分的恐怖主义组织，他们所有的武器来源就从伊朗来，而伊朗的来源是俄罗斯和中国。目前有武器禁运，中国和俄罗斯是不能够向伊朗出售武器的，但是中共会暗中这么做。中共现在跟伊朗签订了4000亿美元的大单，这个大单里面是包含有军事装备、军事用品的，所以说中共他如果这么去做，美国100%要制裁中共的。目前来讲，美国可以这样讲，还观察中共现在跟伊朗他们之间的这个勾结，他们之间这个是否违反了武器禁运这个规则，美国现在正在密切观察。因为日本现在已经掌握了相当的情报，目前大家都知道，日本已经打算
通过他的申请加入五眼联盟变成六眼联盟嘛。也就是说，日本要求加入五眼联盟，毫无疑问来讲，日本的情报就可以跟五眼联盟国家他们共享了。因为日本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国家，从战后这么70多年来，日本的表现已经让文明社会完全接受。因此，日本提出加入五眼联盟这个要求之后，英国和澳大利亚率先表示欢迎，现在美国也表示绝对接受日本参加五眼联盟。那么，日本如果参加五眼联盟，美国提出就说，绝不仅仅像五眼联盟过去的传统的五眼联盟，仅仅是情报联盟，他们共享情报。他们现在已经提出了六眼联盟新的这个国际规划。这个国际规划就是这个六眼联盟，他们绝不仅仅是情报共享，而是要进行一个重大改变。这个重大改变已经扩大为战略经济关系，就是共享医疗资源，共享他们各自的矿产资源，共享他们的战略资源，以及共享他们的情报资源。这样的话，就是五眼联盟从过去的这个防御体系，以情报交换为核心的这个体系，扩大成加入日本以后的六眼联盟。在日本、英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6个国家，他们重要的这些战略伙伴，他们团结在一起以后，然后他们共享他们的战略资源以后，他们共同的对付中共，也就是打击中共，这已经成为六眼联盟他们现在要承担的一个历史任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它是逃不脱的，因为全球的民主发达国家，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统一防线，下面就看这个防线怎么运作了。可以这样讲，川普总统现在马上要迎来他2020年最后决战的最后3个月的这个大选的决战期。那么在这个决战期里面，川普他考虑问题，他会更多的会考虑到他怎么样能获得连任，因为川普如果不能获得连任，所有美国现在对中国现在进行的各种打击、各种措施，可能就全部泡汤了。因为你说拜登来，他会继续执行川普现在已经既定的各种打击中共的路线吗？拜登不投共就不错的了，拜登不把美国卖掉就不错的了。所以说这个话呢，我们现在不去讲，我们现在全力以赴的就是看川普总统他怎么样能够获得总统的连任，然后他的内阁能够贯彻他自己整个这一系列的对中共打击的政策。在他的下一任，我相信川普一定会做出一个重大的举动。习近平这个总加速师在川普的推动下，这个速度加得很快，最终呢，共产党在习近平和川普的共同努力下，共产党就早一点报废。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